用了都说好，不是25架。巴基斯坦媒体称将采购60架歼十 C。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巴基斯坦92电视频道报道，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向中国订购了60架歼十 C 战斗机。如果这一消息属实，那么巴铁空军第2批次可能会采购35架歼十 C。我们无法证实这个消息的真假，只能从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巴基斯坦空军的需要。首先，巴基斯坦空军已经获得了美国的承诺，帮助维持其现有的 F-16战斗机机队的使用，但是美方拒绝提供升级服务。这意味着巴基斯坦的 F-16战斗机由于机体寿命老化，已经进入到了逐步淘汰的阶段。美国为了拉拢印度，显然不可能再向巴基斯坦提供 F-16CD 或者是水平更高的 F-16V 战斗机。不仅如此，美国甚至还拒绝提供升级版的套件。所以，如果巴基斯坦再采购60架歼十 C， 这意味着歼十将在未来逐步取代美国的 F-16战斗机的地位。巴基斯坦可能已经明确了未来战斗机的体制为高低搭配的方案，也就是歼十 C 与枭龙的组合。这是一种非常合理又能够融入同一作战体系的解决方案。在这方面，美国研制的 F-16战斗机与中国生产的预警机之间的配合显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显然中国研制的战斗机与中国产的预警机之间不存在配合脱节的问题。其次，巴基斯坦可能在使用歼十 C 以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巴基斯坦空军不能够使用 F-16参与中巴空军的联合演习，但巴铁空军内部必然会进行相应的对抗训练。而歼十6战斗机的优异性能，或者是它的技术优势，可能是促使巴基斯坦增加采购歼十 C 的重要因素。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巴基斯坦空军就算希望增加歼十 C 的采购量，也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既涉及到歼十 C 的产能，也与巴基斯坦的经济形势与军费使用情况密切相关。假设巴基斯坦空军真的要求增购数十架歼十 C 战斗机，也会分若干年来完成采购。此外，未来会不会有特殊的专门针对巴铁空军所需要的机型出现呢？这也是有可能的。巴基斯坦空军对歼十 C 战斗机的战术技术要求，其重点应该是分层次的。依次是夺取制空权、进行对地、对海打击，以及其他的一些功能要求的增加，甚至有可能会要求提升歼十 C 的航程、载弹量和多用途性能，包括电子战能力。比如我们之前见到的有背鳍的型号，很有可能就是一款根据外贸需求而研制的机型。歼十 C 作为一款升级版的第3代战斗机，为什么说它是最划算的 3.5 代战斗机呢？甚至美国军方都给予了歼十 C 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单发中型战斗机。首先，该机呢具有半隐身能力，因为它采用了很多的先进复合材料以及棒式进气道设计，其正向的雷达反射截面非常小，不亚于某些隐身战斗机。比如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在正向的话，很可能会小于俄罗斯的苏57。第二，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相当强，不仅配装了有源相对雷达，还增设了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即使雷达不开机，也能够探测到100公里左右的敌方空中目标。第三，它的空战武器相当强悍，无论是霹雳15中远距空空导弹，还是霹雳10近距格斗导弹，在目前世界各国配装的空导弹中都居于领先地位。
尤其是霹雳15的射程，让美军都深感焦虑。当然，歼十 C 作为一款中型战斗机，和重型的第3代战斗机相比呢，它还存在着航程相对较短、载弹量呢也相对较小这些不足。但是，作为中型战斗机来讲，应该说它的能力是足够的。那么，要想进一步提升它的航程和作战半径，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大其机内载油量，或者是通过空中加油的方式来提升它的载弹量和航程。那么，环视世界各国的3代机的升级版，比如俄罗斯的苏35、美国的 F-15EX， 可以说歼十 C 在改进升级方面做的都相当到位。因此，它面对世界各国的3代半战斗机，可以说都拥有一定的优势，更不要说对那些中期的甚至是早期的3代机了。相比于美国的 F-15EX 以及 F-16V 战斗机的改进型，在价格方面，歼十 C 也拥有优势，可以说它是一款物美价廉的3代半战斗机。也可以说，它是目前世界上性价比最高的3代半战斗机，因此巴基斯坦媒体才会传出这样的消息，要增购歼十 C。一旦歼十 C 在巴基斯坦空军中站稳了脚跟，那么将会为它后续的出口奠定良好的基础。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